嗨，大家好！我今天出来旅游了。大家看我身后的建筑，能猜到我在哪儿吗？眼前的这个呢，就是巴黎圣母院啦。今天比较可惜的就是有点阴天，还下着点小雨。我们就从上到下，透过镜头看一看巴黎圣母院吧。哇，还是很漂亮的。前边好多人在排队哦。大家看到这长长的队伍了吗？这些人全部都在排队买票，买这个巴黎圣母院的票。修好了的巴黎圣母院，哇，好漂亮！除了刚刚长长的队伍，这些也都是排队的人，真不愧是世界遗产呢。飞行了10几个小时，我现在觉得好累。现在行李箱已经放在酒店了，还有随身背了个小包。现在打算出去吃点东西，补充一下能量。今天超级冷，我都已经系了围巾，戴了帽子了。我们在巴黎，非常不巧，今天下着小雨，但是世界各地的游客的热情可是一点都没减。这个广场上，这游客络绎不绝。有个人的，也有团体的。在拉法叶特里边，房顶看一眼。哇，好漂亮，好精致啊！我们现在在拉法叶的楼顶上，能看到巴黎的大部分街景了。如果是晴天的话，能很清晰的看到巴黎铁塔，就在这里，给大家放大一下。这里就是巴黎铁塔。哇，还是好漂亮的！大家都在雨中眺望巴黎的美景，非常多的人哦。下着小雨哦，去吃点好吃的啦，一会儿见。我们坐地铁过去，差不多20几分钟就到了。时间还早，我们就先在咖啡店喝点咖啡，吃点小面包。终于等到饭店开门了，我们就吃了桂林米粉，还有千层蛋糕。味道都特别正宗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就坐 TGV， 也就是高铁，去北边的一个城市，叫做雷恩。我们现在就在雷恩的一个政府机构的前面的小公园里边，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。叶子都开始落了，公园很漂亮，修剪的也都很整齐。感觉视野望出去很宽阔，心情也特别好。第3天一大早，坐大巴车去圣米歇尔山喽。这是我们刚刚一下公交车之后，就看到圣米歇尔就出现在眼前了，非常宏伟壮观。来之前也看到图片了，但是见到实景的时候还是觉得挺震撼的，就突然想起了江之岛的感觉，但是建筑风格完全不一样了，就是海边加小岛，就有那个感觉。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是很宏伟、很壮观的，很漂亮。
哇，看到了吗？还有海鸥，游客也陆续过来了。我们现在进来了，要上去看一下，应该是先跟着人群往前走一走。这是什么？应该是一个店吧。哇，应该就是从这里进去咯。早上刚刚下过雨，还好现在雨已经停了，只是还有点阴天。哇，这边是礼品店。好多游客呀！哎，没想到山上还有酒店呢，看到了吗？走上去是这个感觉。这也是礼品店。一直都是这样上坡的小路，走起来还挺累的。外边下着大雨，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博物馆里边避雨。这个博物馆实在是不太值得。上午外边一直在下雨，我们就先逛了几个博物馆。现在雨终于停了，远处天空也晴了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就是我们来时的路。哇，晴了，好棒啊！好多人。这就是修道院，我们稍后要进去看一下。这一路爬上来还真的挺累的。这就是顶啦！哇，还有海鸥在飞。我们是从这底下一路爬上来的。感觉太阳马上就能出来了。在圣米歇尔山前边，给大家看一下晴天的样子。今天真的特别幸运，早上来的时候下着大雨，现在天晴了，能看到天海一色，有很多海鸥在飞，还有一只海鸥落在这里休息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近距离看一下圣米歇尔山。哇，上边那个小金人儿。今天能晴真的是个奇迹啊！啊，开始敲钟了。这个就是修道院了。
好高呀！这个是侧边。这个就是修道院的回廊啦。天气晴了，好幸运啊！可以通风，可以看到绿色的草地，还有鸽子，非常美。这边还有彩色的玻璃，也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明亮。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还下着雨，当时还觉得有点遗憾呢。天空灰蒙蒙的，而且很冷。我们就先上去逛着，看了看博物馆。虽然博物馆没什么好看的，但是好在有一个避雨的地方。等出来之后就雨过天晴了，特别美，很开心。现在风稍微有点大，所以我得戴着帽子压住头发。我们要回去啦。第4天早上，我们坐高铁去了圣马洛。我们在圣马洛的街头随便走一走，马上就可以入住酒店去 check in 啦。今天吃到了超级好吃的可丽饼，服务员小哥也很热情。这种没经选择找到的店，就随机进入的店，发现美食之后，那种愉悦感、幸福感会加倍。这就是我们在圣马洛入住的酒店房间，透过窗户看到的景色啦，能听见海鸥的叫声，还有风声和海浪声，视野真的非常好，很宁静。圣马洛的海风能吹走烦恼吧？今天虽然有点阴天，但也能看到蓝天，还不错啦。哇！第5天中午，我们坐高铁返回巴黎啦。第6天早上，我们坐地铁去机场。我们要回家喽！我们到机场了，也买了伴手礼，现在要回去喽。刚刚买伴手礼的时候，小哥哥送了我2个马卡龙，好开心。然后在来机场的路上，还遇到了我在留学时候住在对门的一个女孩子，法国女孩子。我在旅途过程中还偶尔想起她，没想到今天还能见面，在电车上说了一路，就太神奇了，很有缘，很开心。这个机场路好漂亮啊！巴黎圣母院，好好看。巴黎戴高乐机场，圣诞氛围已经很浓郁了。戴高乐机场是不是还挺繁华的？我们现在要去登机啦，又要开启长途旅行啦。
不过回家的心情也还是很开心的。拜。